允之替你挡了这一枪，该死的人是你。夫君恨了我10年，只因我求圣上赐婚，占了本该属于他心尖上那个铭记的正妻之位。我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换来的却是他一句冰冷的：“你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”后来京城兵变，叛军的长枪刺来时，他却下意识用身体护住了我，鲜血染红了他的官袍。他死死推开我想要捂住伤口的手。江遂宁，若来生求你放过我，别再让我遇见你。灵堂上，谢家老祖宗哭晕过去，谢家众人指着我的鼻子痛骂：“扫把星！”所有人都觉得我不配活着，连我也这么觉得。于是我饮下毒酒，却不想，竟回到了10年前父君金榜题名那天，也是我求圣上赐婚的那天。毒酒穿肠的痛楚似乎还残留着几分，耳边却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喧闹的人声硬生生将我从地狱拉回了人间。我猛地睁开了眼。中了，谢公子中头名状元，江家大小姐在那边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谁不知道他追了谢公子3年，定是要绑下捉婿的。不远处，高头大马之上，红袍加身的谢允之正冷冷地看着我。上一世的今日，我兴奋地冲上前，当众拦下他的马，将代表定情的绣球强行塞入他怀中，不顾他的黑脸，大声宣布非他不嫁。甚至还要挟父亲去请旨赐婚，硬生生拆散了他和柳七七。结果呢，换来的是10年折磨，不得善终。他为了救我被万箭穿心时说的那句话，我至今还记得。江遂宁，若来生求你放过我，别再让我遇见你。谢允之，我成全你，这一世我放过你，也放过我自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那万众期待中往后退了一步。谢允之眉头一紧：江遂宁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今日是我金榜题名之时，你若敢胡闹，休怪我不顾往日情面。我看着那张年轻俊朗却满含戾气的脸，心中一片平静。前世我爱他入骨，他皱一下眉，我都会觉得心慌。如今再看，只觉得那10年像是一场荒唐的笑话。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裙摆，扯了扯嘴角。谢大人误会了，遂宁今日在此，只为恭贺谢大人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说完，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大礼。谢允之愣住了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安静下来。欲擒故纵，江遂宁这种把戏你还没玩够吗？你以为你退一步，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今日跪死在这里，我也绝不会娶你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像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对我的嫌弃。我目光平静地直视他。谢大人多虑了，我不仅不会纠缠大理，我也求了父亲，撤回了准备递进宫的请婚折子。从今往后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谢大人，你的柳姑娘还在教坊司等你，快去吧，莫让她等急了。说完，我再没看谢允之一眼，转身上了自家的马车。回府。车帘落下的那一刻，我看见谢允之僵在了原地。可那又如何呢？谢允之，这一次我是真的不要你了。回到江府，我将自己关在房中整整1日。父亲下朝回来，连官服都没换，就冲进了我的院子。宁宁，你今日在街上说的是气话吧？爹这就进宫求皇上，那姓谢的小子若敢不娶你，爹打断他的腿。看着父亲焦急又护短的模样，我眼眶一热，扑进他怀里痛哭出声。上一世父亲为了我的婚事操碎了心，最后却因为谢允之被卷入党争，落得个流放惨死的下场。是我害了江家。爹，我不嫁了。我抬起头，死死拽着父亲的衣袖。女儿想通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她心里没我，我嫁过去也是守活寡。咱们江家女儿拿得起放得下，何必为了个男人作践自己？父亲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确认我是不是被夺了舍。良久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。好，不嫁就不嫁，我江虎的女儿还愁嫁不出去？只要你不哭，爹什么都依你。安抚好父亲，我心里的大石落下了一半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安心在府中陪着父母。直到第3日，谢允之来了，带着谢家的管家，抬着几个箱子。我正在院子里修剪花枝，听说他来了，头也未抬。让他走。丫鬟小桃有些为难。小姐，谢公子说他是来退还以前您送的东西，还说如果不当面点清，怕日后您以此为借口再去纠缠。咔嚓，我剪断了一枝开得正艳的牡丹。好一个谢允之，哪怕我已经当众拒婚，他还是不信我会放手。既然他非要来找不痛快，那就成全他。让他进来。片刻后，谢允之大步走进院子。江遂宁，这些是你以前送去谢府的东西，字画、孤本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补品，我都带过来了。年点若无误，以后便两清了。
我淡淡的扫了一眼那些箱子，确实都是我以前搜罗的宝贝。为了讨他欢心，我曾在大雪天排队3个时辰去买他爱吃的糕点，也曾花重金去求绝版的古籍。现在看来，不过是感动了自己。不用点了，把这些东西拉去后门，送给街角的乞丐，或者烧了也行。你说什么？我神情淡淡，我说这些东西我不要了。既然是送出去的东西，断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谢大人若是不想要，扔了便是，何必特意跑这一趟？还是说，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谢大人是想借此机会再见我一面？谢允之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恼羞成怒。江遂宁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我只是不想欠你分毫，我要清清白白地迎娶七七，不想让她觉得我还留着你的东西。原来如此，那正好，我这里也有一物要还给谢大人。我转身回屋，取出一个积灰的木盒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只做工粗糙的草编蚂蚱。那是7岁那年，谢允之为了哄哭鼻子的我亲手编的，也是我视若珍宝，藏了10年的念想。我当着他的面将那蚂蚱拿出来，随手扔进了旁边的炭盆里，火苗瞬间吞噬了干燥的草叶。谢允之瞳孔猛地一缩，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救，却又硬生生忍住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小时候不懂事儿，留这些破烂当宝贝，如今长大了，自然该扔了。谢大人，这下我们才是真的两清了。谢允之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一种莫名的烦躁涌上他的心头。哼，他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很好，江遂宁，希望你能一直装下去。5日后，我将在醉仙楼设宴，为七七赎身，广邀京中好友。你若真放下了，敢不敢来喝这一杯喜酒？我抬头笑了笑。谢大人放心，我一定到。5日后，醉仙楼，谢允之为柳七七赎身的消息早已传遍了京城。新科状元郎不爱千金爱名妓，这本就是一出极好的风月话本。再加上我和谢允之那点纠葛，今日的醉仙楼可谓是座无虚席。谢允之那张请帖直接送到了我爹手上，言语间尽是挑衅，激得我爹差点带兵去平了醉仙楼。我安抚了我爹，然后换了一身素净的月白长裙，带着小桃赴了宴。其实我想看看这一世没有我的阻挠，他和柳七七是不是真的能恩爱两不疑。刚一进门，原本喧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了一瞬，无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哟，这不是江大小姐吗？还真来了。我看她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指不定一会儿要怎么闹呢。那柳姑娘可是个绝色，江遂宁出了进了事，哪点比得上？我充耳不闻，直接走到角落的位置坐下。谢允之正拥柳七七入怀，见我来了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，故意低头在柳七七耳边说了什么。柳七七娇羞一笑，整个人软在他怀里。这一幕若是放在前世，足以让我发疯，但现在我只是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江小姐，不知何时，谢允之带着柳七七停在我的桌前，柳七七手里端着一杯酒，眼眶微红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七七身份低微，承蒙允之不弃，今日得以脱离苦海。听闻江小姐与允之曾是旧识，七七特来敬江小姐一杯，求江姐成全。这话说的极有水平，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子，等着看我发作。谢允之护在柳七七身前，目光警惕地盯着我。江遂宁，七七敬你酒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放下茶杯，站起了身。柳七七吓得瑟缩了一下，杯中的酒洒出来几滴。允之，我怕。谢允之立刻搂紧了他，怒视着我，必让你付出代价。我忍不住笑了笑。柳姑娘这戏唱得未免太早了些。我江遂宁虽然霸道，却也不屑于对一个弱女子动手。柳七七这矫揉造作的姿态，着实让我心中恶心。罢了，喝了这杯酒，就当是为我那荒唐的10年画上句号。既然是喜酒，我喝便是。辛辣的酒液入喉，呛得我微微皱眉。我将空酒杯倒扣在桌上。祝二位百年好合。最后那4个字我说得很轻，却像是一根刺扎进了谢允之的心里。他看着我，江遂宁，你少在这装大度，你心里指不定怎么咒骂七七。他咬牙切齿。我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。谢大人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，我江遂宁就非你不可？这世上好男儿千千万，我为何非要吊死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？歪脖子树4个字一出，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憋笑声。谢允之的脸黑成了锅底。柳七七见状，突然脚下一软，整个人向我倒来。他手里的酒壶不小心一歪，眼看就要泼在我那身月白长裙上。我身形微侧，脚下却不动声色地伸出一点。柳七七没泼到我，反而被我不经意的一绊，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摔在地上，手中的酒壶飞出去，酒水淋了他自己一身，
狼狈不堪。谢允之大惊失色，连忙蹲下去扶她。柳七七趴在地上，发髻散乱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江小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的肚子好痛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谢允之猛地抬头，双目赤红，死死盯着我。江遂宁，你竟然如此恶毒！七七若是有一点闪失，我要你给他陪葬！醉仙楼的气氛瞬间紧绷到了极点。柳七七蜷缩在谢允之怀里，捂着小腹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大夫，快叫大夫！周围的看客们开始指指点点。太过分了，江家小姐竟然当众行凶。就是，得不到就要毁掉，真是蛇蝎心肠。这柳姑娘看着像是有了身孕的样子，这一摔若是……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割过来，我站在原地，冷眼看着这场闹剧。柳七七的演技确实精湛，若不是我重活一世，恐怕真要被她骗过去。前世她进门后也是用这招假孕争宠，害得我被谢允之罚跪在雪地里3天3夜，落下了一身的病根。如今故技重施。谢大人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看着他们，声音冷静的可怕。在场这么多双眼睛，谁看见我推他了？明明是他自己站不稳，想要泼我酒水，结果害人终害己。谢允之此刻哪里听得进我的话，他满心都是柳七七那句肚子痛。江遂宁，你还敢狡辩！他抱起柳七七，眼睛瞪着我。七七身体柔弱，若不是你按下黑手，她怎么会摔倒？你嫉妒她得到了我的爱，嫉妒她比你温柔善良。今日之事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就在这时，楼梯口传来一阵骚动，一群官兵冲了上来，领头的竟然是京兆尹。而在京兆尹身后跟着一个面色威严的老妇人，是谢家的老祖宗谢允之的祖母。前世就是这个老太婆骂我是扫把星，在灵堂上逼我喝下毒酒。她怎么会来？允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谢老夫人拄着拐杖，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定格在我身上。谢允之如同找到了主心骨，指着我道：江遂宁因妒生恨，推倒了七七。七七现在可能有了身骨。谢老夫人脸色大变。什么？她虽然看不上柳七七的出身，但谢家3代单传，子嗣大过天。老夫人猛地看向我，手中的拐杖重重重运。好个恶毒的江家女！我谢家还没找你算账，你竟敢谋害我谢家子嗣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拿下，送去见官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身后的官兵立刻拔刀向我围了过来，局势瞬间逆转，从一场争风吃醋的闹剧变成了谋害子嗣的重罪。若我今日被带走，即便最后查清真相，江家的名声也毁了，我也毁了。柳七七窝在谢允之怀里，嘴角上扬，我猛地抬手把下头上的金簪抵在自己的脖颈处。谁敢动我？一声厉喝镇住了在场所有人，官兵们面面相觑，不敢上前。谢允之看到我脖子渗出的血珠，瞳孔剧缩。江遂宁，你疯了！我没疯。谢允之、柳七七、谢老夫人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推人，说我谋害子嗣。好，既然要见官，那就请最好的太医来，当场验伤，当场验孕。若她真的有了身孕，真的是我推的，我江遂宁当场自刎，以命抵命。但若是查出来是她假孕栽赃，构陷朝廷命官之女，那我便要请京兆尹大人评评理，这诬告之罪该当如何？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2楼传来一声轻笑，伴随着一个慵懒而又极具压迫感的声音。真是有出大戏。话音未落，珠帘就被挑开了，竟比台上的角儿唱的还精彩。一个身着玄色王袍的男子缓步而出，是摄政王萧默涵，那个手握重兵权倾朝野，连皇上都要忌惮3分的火眼王。我愣住了，前世我与这位摄政王并无交集，只听说他不近女色，手段狠辣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萧默涵没有理会任何人，直接走下楼梯。谢老夫人脸色微变，连忙行礼。谢允之也僵硬的躬身，萧默涵并没搭理，走到我面前，停下脚步。本王最讨厌2样东西，一是假戏，2是蠢货。他转头看向京兆尹，语气淡漠。既然江小姐要验，那就验。去宫里请当值的李太医来，手底下干净。此言一出，柳七七的脸刷的一下白了，谢老夫人的脸色也难看起来。谁都知道李太医是摄政王的心腹，刚正不阿，油盐不进。此时的柳七七是真的慌了，她抓着谢允之的衣襟，冷汗直冒。允之，我肚子好痛，我不想让别人看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怕动了胎气，不想验了。谢允之看着怀中美人痛苦的模样，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又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江遂宁，今日之事就算了，七七身体不适，经不起折腾，你走吧。
我差点笑出声来。算了，刚才要把我置于死地，现在看情况不对就想算了？谢大人想算了，我可不想。今日这脏水泼到了我身上，不洗干净，我江家颜面何存？必须验。萧莫寒嘴角扯了扯，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。就在这时，李太医被匆匆请来了。让开，让开！李太医提着药箱挤进人群，看到萧莫寒在此，立刻行了礼。这是怎么了？谁要看诊？太医，快给这丫头看看，她是不是有了身孕？刚才被那毒妇推了一把，可有大碍？柳七七拼命往谢允之怀里缩，抗拒着伸出手。不要！再不萧莫寒冷哼一声，本王就当你心虚，直接交由京兆尹按诬告罪柳论处。七七吓得一哆嗦，只能颤抖着伸出手腕。李太医搭上他的脉搏，眉头微皱，随即又换了一只手。半晌，他收回了手，对萧莫寒一拱手：“回王爷，这位姑娘脉象平稳有力，并无滑脉之象，也就是说，她没有身孕。”一句话，真相大白。谢允之如遭雷击，不敢置信地低头看向怀里的柳七七。没有身孕？可是七七，你说你癸水已迟了半月。柳七七面如死灰，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允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还没完呢。李太医，劳烦您再看看，他身上可有摔伤？刚才他叫的那么惨，像是断了骨头似的。李太医又检查了一番，随后轻哼一声：“皮外伤都没有，连块淤青都不见。姑娘若是觉得痛，怕是心病。”真相大白，假孕、假摔、栽赃陷害，周围的舆论瞬间反转。天哪，这柳七七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就是青楼女子的手段吗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刚才还冤枉江小姐，真是一出好戏啊！谢老夫人只觉得一张老脸都被丢尽了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柳七七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这个……谢允之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，他像个傻子一样，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为了她差点逼死了真心爱过她的江穗宁。他抬头看向我，我脖子上的血已经凝固，那道伤痕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刺眼。我放下金簪，随意扔在了地上。谢大人，谢老夫人。我理了理衣袖，神色淡漠。现在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了？谢允之猛地推开怀里的柳七七，柳七七猝不及防，真的摔在了地上。这一次是真的痛了。允之啊，别碰我！谢允之厌恶地后退一步，眼神冰冷。柳七七哭得梨花带雨，还想解释，却被谢老夫人一拐杖打在背上。贱人，还不快滚！处理完柳七七，谢老夫人不得不面对我，她深吸一口气，还是咬牙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是谢家误会了江小姐。改日老身定当登门致歉。”说完，她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。谢允之站在原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。穗宁，我……萧莫寒突然开口，挡在了我和谢允之中间。闹剧看完了，不送。说完，他拿起桌上一方干净的帕子，轻轻擦拭我脖颈上的血迹。走吧，本王送你回去。说完，我们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谢允之痛苦的呼唤，但我没有回头。走出醉仙楼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我却觉得有些冷，因为我终于彻底明白，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那个会为了我编蚂蚱的少年，早就死在了岁月里。醉仙楼一战，我江穗宁的名声不仅没毁，反而成了京中人人称道的烈女子。反观谢家，成了最大的笑话。新科状元被一个青楼女子耍得团团转，谢老夫人更是颜面扫地。听说柳七七被带回谢家后，虽没被赶出门，却被发配到了柴房做粗活。谢允之许久没去见她，我对此毫无波澜，只是想着那日回府的马车上的情景。萧莫寒递给我一瓶上好的金疮药。今日多谢王爷。谢我什么？谢我帮你请了太医，还是谢我没让那蠢货再纠缠你？我一时语塞。江穗宁，本王帮你，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将军之女，只是因为本王看不得有人被如此欺辱。我心头一跳，不知为何，竟不敢与他对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一直在筹划离京的事。我想去江南，前世我被困在京城的四方宅院里，斗了一辈子，怨了一辈子。这一世，我想去看看那烟雨江南，过几天舒心日子。父亲虽然不舍，但也知道京城伤心地，换个环境对我有好处。就在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的前一天，宫里突然来了圣旨，皇上封我为安平县主，并召我入宫参加3日后的琼林宴。琼林宴那是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庆功宴，皇亲国戚都会到场。皇上这时候封我为县主，
又特意召我入宫，意图再明显不过。父亲接了旨，脸色凝重。宁宁，皇上这是要给你指婚呢。我也猜到了，江家手握重兵，皇上一直忌惮。前世我死乞白赖要嫁给谢允之，皇上顺水推舟，正好用谢允之这个文臣来牵制武将。如今我不嫁了，皇上自然要另外想办法。爹，别担心，我安抚着父亲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要我不点头，皇上总不能当场逼婚。3日后，琼林宴设在御花园，我穿着县主的朝服，端坐在位置上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那就是新封的安平县主，果然是个美人坯子。把他当众拒了谢状元，眼光高着呢。也不知道今日这花会落谁家。我低头喝茶，假装听不见。就在这时，谢允之走了过来。几日不见，他消瘦了不少，眼底带着乌青，显得有些憔悴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遂宁，你真的要去江南？我放下茶杯，抬头看他。谢大人消息倒是灵通。为什么？谢允之死死盯着我。是为了躲我吗？谢大人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我淡淡道：我去江南只是为了散心，至于你，还不值得我背井离乡。谢允之像是被刺痛了，眼中闪过一丝受伤。我知道那天在醉仙楼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不信你，不该护着他。谢大人，我有些不耐烦过去的事就地打断他。别提了。你若是来忏悔的，大可不必，我不需要。谢允之握紧了拳头，似乎在极力忍耐着什么。遂宁，我把柳七七送走了。他突然说道：我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离开了京城。以后谢府再没有这个人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是谢大人的家事，与我何干？怎么没关系？谢允之急切地上前一步。我已经清理了所有的障碍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但我可以改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重新开始？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谢允之，破镜难重圆，更何况我们这面镜子从未圆过。谢允之有些失控，我不信。声音拔高了几分。你爱了我10年，10年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你只是在赌气，对不对？这边的动静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，我皱了皱眉，正要开口，只听一声尖锐的通报：皇后娘娘驾到！众人连忙跪拜，我趁机拉开与谢允之的距离，跪在地上。皇上威严地坐在主位上，目光扫视全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安平，抬起头来。我依言抬头。皇上打量了我一番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果然是将门虎女，气度不凡。朕听说你与谢爱卿有些误会。皇上这话一出，全场寂静。我心头一跳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年轻人嘛，吵吵闹闹是常事。谢爱卿才华横溢，安平你也是贤良淑德，正如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朕今日便做个主，为你们2人。皇上！我猛地磕了一个头，打断了皇上的话。臣女有罪，臣女有罪，臣女不能嫁给谢大人。全场哗然。抗旨拒婚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谢允之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不认识我了一般。皇上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为何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直视着天因颜。为臣女早已立誓，此生不嫁文臣，只嫁保家卫国的英雄。谢大人虽好，却非臣女良配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这是在赌命，但我宁愿死，也绝不再重蹈覆辙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低沉冷冽的声音从席间传来：既然安平县主看不上状元郎，那不知本王可入得了县主的眼？这一声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萧默寒身上，皇上的笑容僵在脸上。皇叔，这是在说笑吧？萧默寒并未理会皇上的试探，低头看我。本王从不说笑。他伸出一只手，递到我面前。江遂宁，你刚才说只嫁保家卫国的英雄，本王镇守边疆12载，杀敌无数，护大周安宁，这英雄2字，本王可担得起。我看着那只手，脑子飞快地运转。拒绝皇上，或许还能以誓言为借口，可若是拒绝摄政王，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唯一的生路。我心一横，将手放在了他的掌心。王爷英明神武，自是当世英雄，臣女愿嫁。萧默寒的嘴角扯了扯。好。他转身看向皇上。安平县主已答应本王的求娶，这赐婚的圣旨是不是该改一改了？皇上的脸色难看至极，却又发作不得，几乎是咬着后槽牙说出：既然皇叔有意，自然成人之美，
传朕旨意，赐婚摄政王与安平县主，择日完婚。尘埃落定，萧默寒拉着我到他旁边落座，一旁的谢允之早已面如死灰。他喃喃自语，想要上前，却被萧默寒一个冰冷的眼神定在原地。谢大人，慎言。如今她是本王的翁妃，你若再敢纠缠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谢允之身形一晃，险些站立不稳。宴会结束后，萧默寒亲自送我出宫。马车上只有我们2人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多谢王爷今日解坠。我率先打破沉默。解围。萧默寒轻笑一声，突然凑近我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耳畔。江遂宁，你以为本王是在演戏？我心头一跳，猛地抬头。王为了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。什么10年？我彻底懵了。10年前我才7岁，还是个只会玩泥巴的小丫头。难道？萧默寒看着我呆滞的模样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伸手轻轻敲了敲我的额头。当年在边关，那个给你递馒头、背你走出死人堆的小乞丐，你全忘了？记忆的大门猛地被撞开。7岁那年，我随父亲去边关，途中走散，遭遇嫡系，是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哥哥，背着我走了3天3夜，把唯一的口粮都给了我。后来父亲找到了我，那个小哥哥却不见了。我一直以为他死了，原来他就是萧默寒。是你？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萧默寒看着我，眼中的冰冷尽数化为柔情。眼睁看着你为了那个男人伤心10年，受尽苦楚。这次我绝不会再放手。原来萧默寒也重生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我对这桩婚事不再排斥，反而多了一份安心。大婚之日，10里红妆，摄政王娶亲，排场比皇上大婚还要隆重。轿帘落下的一瞬间，我似乎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谢允之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站在喜庆的人群中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收回目光，不再看他。路是自己选的，苦果也只能自己咽。摄政王府拜堂，摄政王府拜堂，敬酒，入洞房，一切都顺利的不可思议。直到夜深人静，萧默寒推门而入，他喝了些酒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酒香，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遂宁，他走到床边，掀起我的盖头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眼里满是惊艳和深情。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他伸手抚摸我的脸颊，动作轻柔的，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默寒，我有些羞涩，刚想说话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王爷，不好了，有人闯府！侍卫焦急的声音打破了旖旎的气氛。萧默寒脸色一沉，眼中的柔情瞬间化为杀意。谁敢在今日闹事？是谢状元。侍卫支支吾吾道，他拿着剑，说要见王妃。他说，若是见不到王妃，他就血洗王府。血洗王府？谢允之疯了吗？他一介文弱书生，哪里来的本事血洗摄政王府？找死！萧默寒冷哼一声，起身就要出去。我拉住了他的袖子。我也去。萧默寒皱眉，外面危险。他是冲我来的。我坚定地看着他。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楚，才能彻底了断。萧默寒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反手握紧我的手。好，我在你身边。王府大门外，谢允之确实疯了。他披头散发，双目赤红，手中的剑还在滴血。看到我和萧默寒并肩走出，他凄厉地笑了起来。江遂宁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！你穿着这身嫁衣，真美呀！可惜不是为我穿的。他摇摇晃晃地指着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嫁给他？明明我们有10年的情分，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看着他癫狂的模样，心中只有悲凉。谢允之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那10年的情分是你亲手毁掉的。你为了柳七七，一次次将我的真心踩在脚下，甚至害我万劫不复。如今我不过是想求条生路，这有错吗？谢允之愣住了，他抱着头，痛苦地跪倒在地，嘴里不断喃喃自语：遂宁，我对不起。从你在醉仙楼拿簪子指着自己的那一刻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发现我根本看不得你受一滴伤。遂宁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了，我可以用命来偿还你。看着痛哭流涕的谢允之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。谢允之，我冷冷地看着他。你的命我不稀罕，你若真觉得亏欠，那就好好活着，看着我跟王爷恩爱一生，白头到老，这才是对你最好的惩罚。说完，我转身看向萧默寒。夫君，
我们回去吧。这一声夫君叫得萧默寒眉开眼笑，他一把拦住我的腰，挑衅地看了谢允之一眼。听到了吗？本王的王妃让你滚！来人，把谢状元请出去。若再敢擅闯，杀无赦！大门重重关上了，隔绝了谢允之绝望的哭喊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很安稳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前世今生，那些噩梦都结束了，而我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翠宁，我对不起。从你在醉仙楼拿簪子指着自己的那一刻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发现我根本看不得你受一滴伤。穗宁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了，我可以用命来偿还你。看着痛哭流涕的谢允之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。谢允之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的命我不稀罕，你若真觉得亏欠，那就好好活着，看着我跟王爷恩爱一生，白头到老，这才是对你最好的惩罚。说完，我转身看向萧默寒。夫君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一声夫君叫得萧默寒眉开眼笑，他一把拦住我的腰，挑衅地看了谢允之一眼。听到了吗？本王的王妃让你滚！来人，把谢状元请出去。若再敢擅闯，杀无赦！大门重重关上了，隔绝了谢允之绝望的哭喊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很安稳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前世今生，那些噩梦都结束了，而我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谢允之是在一场高烧中醒来的。那日摄政王府的侍卫将他扔出府外，他倒在冰冷的石阶上，雨下了整夜，他躺在泥泞里，眼前反复浮现的却是江穗宁穿着嫁衣转身唤萧默寒的那一声夫君。他原以为那已经是他此生最痛的画面了，直到他烧得昏沉，在混沌中看见了另一段人生。在那场梦里，他没有在琼林宴上被拒婚，江穗宁也没有退后那一步。他红着脸冲上来拦住他的马，江穗宁也没有退后那一步。他红着脸冲上来拦住他的马，将绣球塞进他怀里，不顾满城哗然。他嫁入了谢家，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替他挡下长嫂的刁难，甚至跪在谢老夫人面前为他求情。梦里，他对他说了无数句：你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，江穗宁，若来生求你放过我，别再让我遇见你。梦境的最后一幕是长枪贯穿身体，他下意识扑在他身前，他却死死推开他捂住伤口的手，而他在灵堂上被逼饮下毒酒，嘴角的血和他前世嫁衣一样红。谢允之从梦中惊醒，浑身湿透，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他赤脚冲下床榻，连鞋都没穿，跌跌撞撞跑向江府的方向。晨雾未散，长安街头空无一人。他站在江府紧闭的大门前，抬手想要砸门，却忽然停住了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那是一双没有血污、没有剑伤的手，可梦里那些刺痛却像是真正发生过一样。他忽然明白了什么，那不是梦，那不是梦，那是另一个他走过的路，是江穗宁亲身经历过的10年，而他刚刚在他的记忆里活了一遍。谢允之跪在了江府门前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石阶，泪水无声浸湿了衣襟。他这一跪就是3日，江府没有开门。第4日，江虎亲自出来，面无表情地对他只说了一句：谢大人，宁宁已经成亲了，你若再跪下去，莫怪本将军以骚扰皇亲之名参你一本。谢允之抬起头，嘴唇干裂出血，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。我想见他最后一面，只一面。江虎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他不会见你的。他走之前让我带一句话给你，他说：谢允之，那10年我过得很苦，你如今知道的苦不及我1/1000。你我之间早在我饮下那杯毒酒时就2清了。谢允之的瞳孔骤然缩紧，那一瞬间，他确认了，他也是重生的。原来他什么都记得，原来他在醉仙楼退的那一步，不是欲擒故纵，是真的在放过他，而他却在他放手之后，才真正学会了什么叫爱。3月初8，摄政王府的花园里，江穗宁正跟一盆面粉较劲，他挽着袖子，鼻尖上沾了一团白。面前的石桌上摊着擀成奇形怪状的面皮，旁边摆了一碗剁得稀碎的肉馅。小桃站在3步开外，急得直跺脚。小姐，不对，王妃，您别有手捏啊，那馅儿都从缝里挤出来了。闭嘴！江穗宁咬牙切齿地把一个扭曲的饺子按进蒸笼。本王妃今日非要让它立起来不可。第一锅出炉的时候，掀开笼盖，2个人沉默了。萧默寒刚下朝回来，官服还没来得及换，老远就看见花园里烟雾缭绕。他负手走近，扫了一眼蒸笼里那些面目全非的饺子，有的裂了口，有的摊成一团面饼，最像样的那个勉强能看出是个3角形。王妃这是在练兵？萧默寒，江穗宁举着擀面杖指他，你再说一遍。他立刻举手投降，脸上却憋着笑。本王是说，这饺子
颇有沙场遗风，一看就是经历过生死搏杀的。江穗宁气得把擀面杖往桌上一拍，扭过头去不理他。萧默寒走到他身后，下巴搁在他肩上，鼻子蹭了蹭他耳垂。尝尝，不许吃！他捂着蒸笼，都是失败的，扔了喂狗，狗都嫌弃。小桃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被江穗宁一瞪，缩着脖子跑了。萧默寒自顾自从他手底下抢出一个还算完整的，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表情微妙的顿住了。江穗宁紧张地盯着他，很难吃，盐放了3遍。不过本王吃过更难吃的。他把那个饺子咽下去，面不改色地竖起一根手指。当年在北境守城，断粮7日，连树皮都啃过。你这个起码还是白面做的。他瞪了他半天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把脸埋进他胸口蹭了蹭。你就会哄我？实话。他搂着他坐下，顺手把那龙氏败品挪到一边，拿帕子替他擦脸上的面粉。怎么突然想折腾这个？江穗宁仰着脸任他擦，嘴里含含糊糊。后天是你生辰，我想着给你做碗面，先练练手。萧默寒的手顿了顿，本王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记着呢。他从他手里抢过帕子，自己胡乱抹了2把。前世你生辰都是一个人在军营里过的，连碗热汤都喝不上。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我在乎。他看了他好一会儿，喉结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，最后只是把他鬓边一缕碎发别到耳后，声音有点哑。那本王帮你抱，王妃在一旁指挥就好。你会？他刚说完，就利落的擀皮、填馅、捏褶，一气呵成。一个圆滚滚的饺子托在掌心，褶子整整齐齐，比外面馆子里的还好看。江穗宁目瞪口呆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上辈子在北境火头兵教过。他把饺子放进蒸笼。那年除夕我守城没回去，跟几个老兵凑在灶台边包饺子，心想什么时候能带你也尝一口。后来就没后来了。后来我嫁给了谢允之，我在谢府里冷锅冷灶的过除夕，他在北境烽火连天里杀敌，2个人隔着一整个京城。他在没吃上那碗饺子。江穗宁忽然伸手从他背后环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背上，闷声道：那今年除夕我陪你包，你教我，我学得快。他后脊背僵了一瞬，然后慢慢放松下来，掌心附上他交叠在身前的手指。好，第2锅出炉的时候，品相好了许多。萧默寒把那些歪歪扭扭的残冰自己全吃了，留下几个像样的装在碟子里，推到他面前。尝尝。江穗宁夹了一个，咬下去，肉汁在嘴里漫开。他眼睛一亮，居然能吃？何止能吃？他慢条斯理地喝茶，比北境火头兵的手艺强。本王方才差点感动哭了。他被他这副一本正经说混话的样子逗得前仰后合，碟子都差点打翻。萧默寒伸手扶住他手腕，另一只手稳稳接住歪倒的碟子，两人隔着石桌对视。他还在笑，眼角都笑出了泪花。春日阳光透过杏花枝杈落下来，碎金一样扑了满身。别笑了，他说，再笑本王就要亲你了。他立马捂住嘴，眼睛还是弯成月牙。萧默寒叹了口气，站起身绕过石桌，把他从石凳上捞起来。他整个人腾空了一瞬，慌乱地攀住他肩膀。你干嘛？方才说过了。他低头凑近他，鼻尖抵着鼻尖。再笑笑就亲你。我没笑。杏花簌簌落了一身。傍晚的时候，宫里来了人送东西。皇后娘娘听闻摄政王府近日添了不少新鲜事，特意差内侍送来一盒御膳房新制的点心，还捎带了一句话：皇叔若是得空，改日带王妃入宫坐坐。萧默寒当着内侍的面捏了块点心吃了，对内侍说：回去告诉我皇后，本王替王妃谢过她的好意，入宫的事改日再说。王妃这2日忙着练厨艺，走不开。内侍走后，江穗宁从他手里抢走剩下的半块点心，咬了一口，撇撇嘴。咱们自己包的饺子好吃。那是自然了。他理直气壮地把剩下半块从他嘴边截走，塞进自己嘴里。御膳房做的东西冷冰冰的，哪有王妃亲手包的香？虽然第1锅差点把本王送去见先帝。萧默寒，院子里2人追着闹了一通。小桃端着新沏的茶过来时，看见自家王妃正骑在摄政王背上揪他耳朵。堂堂摄政王毫无还手之力地趴在石桌上，一边讨饶，一边偷偷伸手去够石桌底下掉落的茶盏，怕他踩碎了扎脚。小桃默默退了回去，把茶端回厨房重沏了一壶。他边走边叹气，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他那在谢府受了10年搓磨的小姐，如今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夜里，江穗宁洗漱完窝在床上，萧默寒坐在窗边劈折子，烛火映着他的侧脸。他趴在枕头上看他，忽然开口：今天那碗面我没做成，后天你生辰我还是做面给你吃好不好？好。他头也不抬。这次我少放点盐，你明天教我和面，我今晚在梦里先练练。他劈折子的手停了一下，终于偏过头来看他。他裹着被子，只露出一张脸，
下巴搁在交叠的手臂上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他。萧莫寒把笔搁下，走到床边坐下，伸手把他连人带被子捞起来，搂在怀里。他像只猫一样在他胸口拱了拱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好。你不用学那些。他低声说：“你想做什么都行，绣那丑香囊也行，煮那些难吃的饺子也行，左右本王都吃得下，穿得出。”他仰头瞪他：“你嫌我绣的丑？不嫌。”他低头亲了亲他鼻尖：“你绣的鸭子跟鸳鸯，本王带出去满朝文武都认得出来。摄政王的香囊，独一无二的。”他哼了一声，嘴角却翘起来：“那后天你还是吃面吧，我让厨房另备一桌席。万一我煮的不能吃，你还有别的。”萧莫寒低低的笑，胸腔震动传进他耳朵里：“都听王妃的。”烛火噼啪响了一声，窗外不知哪里的夜鸟啾啾地叫了2下。江穗宁在他怀里打了个哈欠，眼皮开始打架，声音越来越轻：“莫寒，你生辰那日，我许你一个愿望。”他低头看他已经半合了眼，下巴抵着他发顶，轻声说：“本王早就许过了。”许了什么？10年前去了。黑暗中只有窗外漏进来的月光照着他安静的睡眼。再也不用来找本王，本王去寻你就够了。怀里的人呼吸渐匀，已经睡沉了。萧莫寒替他掖好被角，闭上眼。后花园的杏花还在落，春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裹着淡淡的甜香。如今他终于安安稳稳地睡在他怀里了。